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那今天小马呢，就来聊一聊评论区里一直大家都很好奇的话题——创业。那相信很多关注小马的粉丝已经知道了，小马在东京银座经营一家中古店，叫做銀座笑馬。銀座笑馬是我白手起家，从无到有经营起来的。那这几年呢，我们也陆续在香港和新加坡开了分店。那其实最初呢，我接触到爱马仕是我在日本的一家奢侈品店打工，然后当时我就记得第一眼看到了那个小小的 Kelly doll， 像娃娃一样的包，当时能卖到40-50万日币这个样子吧，我就特别的震惊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我就在2013年，我在横滨创业，当时是没有资金的，主要呢是替一些海外以及日本国内的同行去找包。从这儿往右拐弯就到了我就是创业最初期的地方，是一个横滨的一家中华街里面的小仓库。有看到吗？那个园厅齿科的楼上，在这里。是这个灰色的这个小楼。那积累了一定的散客之后呢，就搬去了东京新宿的一家事务所。当时我们从这个仓库搬去新宿的时候，会跟这个房东挨一下次嘛。然后我记得这个房东也是当时是一个老爷爷，不知道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呢，当然还是很希望再见他一面的。然后当时的这个老爷爷就跟我和我老公说：“哦，你们从这儿搬去新宿啦，那就是你们一路的做事的方式，我都觉得你们将来会变成一个非常偉大的人。你们敢把他可大赛，然后对于我来讲也是当时哇，就觉得要不辜负他，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华人，作为当时的10年前一代年轻的创业者，一定要争光，要做得更好。”那创业差不多有3年之后呢，也积攒了足够的实力和信誉度，就在银座开设了本店，才有了今天真正意义上的銀座笑馬。那当时呢，除了国际性的大品牌，银座的地段的1楼的店铺基本上是不租给外国经营者的。那当时也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，经历了一场拉锯战，不过结果还是好的，我们最终还是租下了银座的1楼的铺位。银座店的开张呢，对公司的发展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銀座笑馬开始从一个所谓的欧拿店走向了一家企业。那其实一开始呢，做奢侈品行业，我单纯只是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生意，但一路经营下来，才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爱马仕商品的魅力和其中的价值。而且每次呢，看到客人从店里买到自己喜欢的包包时候的那种由内而外的幸福感、喜悦感，也是让我这么多年以来一路坚持下去的动力。那到今年6月呢，是銀座笑馬第1个10年的最后的收尾，我们整个团队也会把服务做得更加的精细。那等疫情结束之后呢，等客人来到实体店，店内的服务呢也会做到既符合本地的需求，又有日式的特点，会提供一些日式的小点心啊，还有日杂风的街拍等等的服务。针对年轻化的消费群，我们也会在网站上推出虚拟包展、虚拟试包、360度商品展示等等这种比较有趣的购物体验。那我们做这些工作呢，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希望可以借助网络的平台，用我们的经验和能力去解决客人真正实际在担心的问题，比如说像爱马仕的真假鉴定、市场价位的不稳定等等，希望可以给客人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2手流通平台。那对于小马个人而言呢，作为一个创业的女性社长，今年也是我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的第10年。那比起之前考虑如何改善个人的生活来讲，现在思考更多的是呢，我能给社会创造什么样的价值。那下一步呢，小马也希望针对在职场打拼的女性，那根据她们的需求，围绕女性从内而外的美和自信来打造产品，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尚生活品牌。
社会好像一般都会更多关注女性的经营者。但小马觉得呢，其实父母双方都是有责任的。除了作为妈妈和经营者，那我还有作为妻子、作为女儿、作为朋友的身份。那不论哪一个身份更重要，我认为首要的是不要迷失自我，先把自己做好，才能有能力去照顾好身边的所有的人。那在之前的视频里呢，我也有提到过，在工作占有很多时间的情况下，小马会每周选出1天的家庭日来集中陪伴孩子。而且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呢，其实不光是需要妈妈在生活上的呵护，更重要的是和他们在思想上的一些交流，给他们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。小马一直觉得呢，要把自己做好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榜样教育。那关于家庭和工作的压力，其实我平时是不太会感觉到有压力的，因为我做的事情呢都是我自己选择的，自己喜欢去做的，所以呢，无论是工作呀还是生活呀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享受的过程。那我平时呢喜欢有自己的独处的时间，比如说喝一杯咖啡，然后想一想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如何解决工作上最近遇到的一些问题。那在2023年呢，小马也会更加的带着一些松弛感进入工作，在生活当中呢，增加一些小小的仪式感，慢慢的去体会生活的过程。比如说1个月，选择几家喜欢的餐厅，或者是想去的地方，跟聊得来的人一起吃顿好吃的午餐、晚餐。首先在选择创业方向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过多的选择，专注做自己最擅长、最想做、最能坚持下来的一项，衡量什么是能坚持一生做到底的事情。那其次呢，我觉得要相信自己的商业直觉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觉得有前景的项目，就立刻马上找一个突破点，带领团队一起去落地。那当然呢，整个公司的发展它不可能是一直是顺风顺水的，遇到瓶颈期和困难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作为女性，因为感情是比较细腻的嘛，心情上难免会受到更大的冲击。那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我觉得心态一定要平和，并且时时刻刻保持从容的言谈举止和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无论是对待员工呢，还是客人，女性的经营者呢，也有她相对于男性来讲有比较柔软的一面在里边，把细腻的感情呢用在正确的方向，刚柔并济，会比男性办事情更加的事半功倍。那我们在时尚行业里服务最顶端的客群，员工的个人的素养和外在的形象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女性的经营者呢，不仅要关心员工的职业的规划，关注支持他们每一步的个人的成长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美和自信的那一点，无论是在工作上、家庭上还是职场上，包括带给客人的感受，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。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也有创业的想法，小马就说一句：好好把握当下，然后坚持到底。喜欢小马的视频，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哦。我们下期见。